肚子上有赘肉是很多人烦恼，那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解肚子呢？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躺着就能做。首先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脚掌踩地，双手抱住头部，然后抬起上半身，要用腹部的力量，用左手的手肘去触碰右腿的膝盖，回到原位，再用右手手肘去触碰左腿的膝盖。这样呢，左右交替练习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加快血液循环，还能快速的燃烧脂肪。每天睡前做一做，能让肚子慢慢变小。不过要长期坚持才行哦。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呢，也要注意饮食，尽量少吃高脂肪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可以多喝点水，或者呢常喝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茶有利尿祛湿、刮油燃脂的功效，这样运动和饮食相互结合，相信你很快就可以瘦下去。蜜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，而且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有美容养颜、润肠通便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那很多人喜欢用蜂蜜泡水喝，但是喝蜂蜜水也要分时间，若是时间不对，喝了也等于白喝。第一个，早晚喝一杯蜂蜜水。蜂蜜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早上喝一杯可以帮助缓解便秘，有利于身体排毒。除此之外，蜂蜜中含有促进睡眠的物质，所以晚上喝蜂蜜水能够帮助改善睡眠。第二个，饭后一杯蜂蜜水。蜂蜜呢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，如果饭后喝一杯，可以帮助消食，有助消化，促进胃酸正常分泌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所以大家喝蜂蜜水的时候，不要再喝错了。如果不想单纯喝蜂蜜的话，也可以加点柠檬片，养生效果也很好。还有呢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泡蜂蜜的时候不要用开水，开水会破坏蜂蜜的有效成分，这是很多人都喜爱的。那每天呢喝一杯咖啡已经成为了上班族的日常，但是经常的喝咖啡对身体好不好呢？咖啡中虽然含有很多的咖啡因，但是适量的喝一些咖啡是可以加速身体新陈代谢的，而且呢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。但是建议大家呢喝咖啡的时候不要加入太多的糖，而且喝咖啡要适量，不要过量的喝咖啡，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好。所以呢，总的来说，适量的喝些咖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。下面的这3类人最好就不要喝了。第一个，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和青少年，喝过多的咖啡呢，很容易影响到睡眠和大脑。第二个，孕妇。怀孕的人也是不适合喝过多咖啡的。第三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这类人喝咖啡呢，容易刺激到胃黏膜，加重胃溃疡。所以呢，上面的这3类人最好就不要喝咖啡。那大家在喝适量咖啡的同时呢，还可以经常的喝一些茶，比如蒲公英根茶、苦荞茶等，对身体健康呢是有。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酸奶，酸奶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，有助消化的作用。但是想要助消化，也要掌握好时间，要不然会给胃造成伤害。大家要知道的是，为什么酸奶能够助消化呢？因为益生菌在发挥作用，但是对脂肪、蛋白质这类食物引起的消化不良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所以如果大家吃完饭喝酸奶，这样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并不能够助消化，反而伤胃。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饭后喝酸奶。那什么时候喝最好呢？第一个，晨起吃早餐时，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可以配合着喝点酸奶，这样能有效的吸收酸奶中的营养物质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二个，饭前1小时，这样可以增加饱腹感，减少热量的摄入，不仅有利健康，还有助减肥哦。那大家喝酸奶呢，要掌握好时间，要不然都白喝了。那如果想要养胃的话，大家可以用陈皮和苦荞泡水喝，有很好的修复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有喝完水就想上厕所的情况，担心是不是肾出现问题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其实很多人喝完水就想小便，一个可能是水喝多了，要不然就是天气冷了，并不一定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但如果呢出现2个信号，就要警惕肾脏出问题了。第一个，尿液颜色异常。正常我们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但如果颜色如浓茶，甚至发红，那么就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第二个，尿液有异味。一般来说，尿液是没什么特别的气味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的尿液异味重，并且有泡沫，也可能是肾功能差的表现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多注意上面2个信号。如果肾不好，要多注意养肾。没事呢，多运动锻炼，还可以常吃养肾食物。
比如黑枸杞、桑葚、黑豆等等，对肾脏健康有。放屁是一件令人很尴尬的事情，正常人一天放屁不会超过10个，但如果超过10个，就不要以为是在排毒了，很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，可能是肠炎导致的。那有肠炎的人，体内消化液分泌会减少，肠道蠕动会变慢，这样吃进去的食物不能够排出，堆积在体内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细菌，产生废气，导致呢放屁次数增多。所以经常放屁的人要小心肠炎问题。可能是便秘导致的，生活中便秘的人有很多，那便秘呢会让体内堆积宿便，从而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，这样呢就会造成频繁放屁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。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可以尝试一些通便食物，比如红薯、燕麦、苦荞等，能够很好的。那现在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也提醒我们肺部健康对我们是多么重要。那肺不好，除了咳嗽，还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气短。很多人呀，在说长句子或者是跑步的时候，会出现气短、肺活量不足的情况，那么这就可能是肺功能不好的表现。第二个，杵状指。这个呀，经常吸烟的人要多加注意。如果呢手指头变粗，而其他地方不粗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很可能是肺部不好了。那肺不好的人，平时可以多用罗汉果泡水喝。罗汉果性凉、味甘，入肺经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除了罗汉果呢，蜂蜜柠檬片泡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大家都知道肺有很重要的呼吸作用，所以肺好一切都好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养肺，提高肺功能。首先，我们自然的站立，双脚打开和肩膀同宽。然后双手在后背交叉握住，手臂保持伸直，慢慢的向上拉伸，同时头部往后仰，要让身体感觉在拉伸，坚持5秒，恢复原位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就行。这个动作能够疏通肺经，有很好的补肺气、降肺火的作用。经常做一做，不仅可以提升肺功能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。肺部也会越来越健康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养肺，平时做大呼吸运动也能够帮助锻炼肺功能。做的时候要张开双臂，扩张胸膛，然后大口的吸气，停顿一会儿再慢慢呼出。这个动作呢也能够帮助养肺哦。另外呢，还可以常喝点蜂蜜柠檬水或者金银花茶，也有清肺润肺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养肺的好时候了，尤其是这次的疫情，让我们呢更要学会保养肺脏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做一做哦。这个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搓手腕。在我们手腕这里有个太渊穴，也就是手腕横纹上拇指根部凹陷处。那太渊穴属手太阴肺经，具有宣肺化痰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按摩时将2个手腕交叉转动对搓，要让整个手腕都被搓到。每次呢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早晚搓一次。这样搓手腕能帮助呢增强肺气，提高免疫力，养肺效果非常好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用蜂蜜柠檬片泡水喝，也有清肺润肺的功效哦。春天到了，天气也比较干燥，这时肺部就很容易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对肺部进行保养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养护肺部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手臂上的肺经，也就是手臂的内侧。大家拍打的时候，可以将手握成空掌，然后呢，从胸前开始，沿着手臂内侧拍打。每天睡前拍打5分钟，注意要从上到下拍打，力度适中。这样拍打手臂可以疏通肺经，调补肺气，改善肺功能。那坚持一段时间，肺部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养肺的方法呢有很多，除了上面的这个方法，也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多吃养肺食物，比如雪梨、蜂蜜、柠檬片、大白菜等。还有经常的大笑也可以扩张肺部，排出肺部浊气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由于环境污染和吸烟的缘故很多人的肺部呢都受到损伤。那肺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所以要学会养肺才行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了2种食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清肺润肺。海带。海带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是很多人都爱吃的。那海带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的胶质可以帮助肺部排毒，起到养肺、润肺、清肺的作用，所以多吃点海带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玉竹。
玉竹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，它是很好的滋补品，具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经常可以用来泡茶或者是煮汤喝，也可以帮助肺部排毒，给肺部做个大扫除。除此之外，玉竹还能够提高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哦。那除了海带和玉竹，蜂蜜柠檬片、金银花茶同样有养肺润肺的作用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哦。好啦，就说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